别担心，我没事。这里残留的妖力有点怪异，你要小心。都合作3年了，我就算在你面前逞强，也会被轻易识破吧。还是老规矩，我先去侦察敌情。别害怕，我回来了。受害者无一例外都是被桃物的力量所伤，而且身体上都被留下了同样的印记。这就是桃物的标记，其他妖怪绝对不可能模仿出来。事实已经摆在面前，天华街伤人案的凶手就是夏燕，他无法控制桃物的力量暴走了。我理解你的心情，正是因为你们曾是出生入死的同伴，你才会替夏燕遮掩。但夏燕很可能已经被妖力吞噬了理智，已经不再是你熟知的那个人了。为了将案件伪装成妖怪杀人，夏燕利用调查员的身份，提前在天华街布下了陷阱。当时连你都差点受到袭击，如果不是我们及时赶到，后果可能不堪设想。想想你成为调查员时宣读的忠诚誓词，然后回答我，你后颈上的印记是不是残留着夏燕的妖力？无论你是承认还是否认，都不会改变最终的结果，因为夏燕已经认罪了。夏燕，现在的证据对你很不利，已经有目击人曾在案发现场看到过你。那夜起了大雾，目击证人真的能看清凶手的长相吗？好，就算不提证人的证言，你要怎么解释受害者身上的桃物印记？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第二个人能驾驭桃物的力量。调查员守则第11条，在没有经历确实的调查之前，任何结论都有可能被推翻。你们真的调查过桃物力量的源头吗？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。我知道，就算是在不眠不休地审讯你3天3夜，也不会有任何结果。但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震动，无论是人族还是妖族，都在督促我们尽快结案。从目前的调查结果来看，你被定罪的可能性很大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继续这么熬着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案子如果拖下去，对你的同伴会有多大的影响？他坚持不出庭指证你，甚至还在想办法替你辩护。为了平息舆论，上面不得不暂时将他调离了岗位，未来也有可能会面临撤职。这件事和他没有任何关系。你现在是最大的嫌疑人，你周围的人都有可能被牵连进案子。如果案子没有进一步进展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对你的同伴开展调查。
我会暂时配合你们，给你们满意的答复。不过我也有个条件，我要见3期调查局的人。队长，是的，随时准备出发。啊，抱歉，队长。能和传说中的蔷薇探员组队，让我有点得意忘形了。毕竟您可是2年升为高阶探员的传奇，我很担心自己会拖后腿。按照您的指示，成功完成了 C 区的妖力封锁，救援队也已经就位。了解。对了，队长，您真的要亲自前往前线吗？会不会有些太大动干戈了？隐藏妖力的面具能骗过任何人，却唯独骗不过你。是我，抱歉，现在没有时间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解释清楚。也许这样会让你觉得很困惑，甚至怀疑我，我都可以理解。当然不会，你可是我唯一的最佳拍档。事态紧急，我先简单的说下情况。我一直都在追查嫁祸我的真凶，就在刚才我发现了他，也和他交了手。不过对方也是有备而来，将我引来小巷之后，从下水道的秘密通路逃跑了。凶手是不是3期调查局的人？这件事情我也一直在暗中跟进，暂时锁定了几个目标。我必须走了，继续留在这里会惹来麻烦。
我一定会查清所有的真相，回到你的身边。好，那就比赛吧。至于赌注，就是余生的所有吧。能够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突破妖力封锁，看来是有人提前走漏了消息。你成为高级探员的时间不长，所以对某些事还有疑虑吧？现在万灵局内部确实有一些特殊情况，但我们也正在积极的开展调查。因为对于万灵局而言，3期调查局算是灰色地带，其中也牵连到许多往事。人族和妖族能拥有现在的和平，很多事情都是隐藏在台面下处理的。3期调查局是那把不能向大众展示的刀，在特殊时期，他们也会招来实力高强的罪犯。哈，我知道这些年来，你还是放不下天华街那个案子吧？你的坚持我都看在眼里，我很欣慰你能成为高级探员，证明自己有能力承担更多责任。也许，是时候该告诉你一些过去未公开的事了。其实当时对夏燕的处理，内部也有过激烈的讨论，双方争执不下。但为了舆论，还有人族和妖族之间的和平，逼得很多人没有办法再坚持为夏燕辩护。现在想来，那起案子还是有很多蹊跷的地方，不应该这么早下结论。抱歉。从你提到3期调查局，我就大概猜到了你的打算。也好，3期调查局的管理者罗仲凯，是当年极力主张夏燕有罪的人之一。C 区的案件没有结果，我会上调他的危险级别，以此为由，向3期调查局申请合作，组织联合调查队，你来做领队。还有，3期调查局最近的行事作风也越来越激进，也许其中有什么关联，可以好好查一查。虽然你有万灵局的调遣令，但3期调查局也有自己的规矩，我们绝不和弱者合作。好啊，就让3期调查局的人见识一下，蔷薇探员到底是不是像传闻中那样厉害。你想要在这里找到队员，就必须在训练场上亲手击败他，让他认可你成为领队。挑个对手吧。
口气倒是不小，爷倒是要看看你这副小身板能不能扛得住这一棒头。好快！三期调查局不讲究公平，只看重实力，强者可不会在乎敌人的数量。听说有人在找三期调查局最强的人，怎么我还没有到，好戏就先开场了？夏燕，我不是让你在宿舍内待命吗？你居然敢违抗命令！命令？三期调查局只认实力，这是你定下的规矩。如果没有我来收场的话，整个三期调查局的面子都要丢光了。他是我看上的，除了我之外，谁都没有资格对他动手。好久不见，听说2年前你为了天华案的事受了不少苦，该不会是为了报复我，特意来三期调查局吧？真是有毅力。哦，那就看看我的蔷薇探员有没有这个实力了。你的身手进步了很多，看来这次我能好好尽兴了。夏燕很少动真格，没想到那位探员小姐居然能和他打成平手。2个人都是下死手啊，哪怕稍微有一点失手，非死即伤。我听说过天华街的事，昔日同伴变成死敌，哼，真是一场好戏。他毕竟是上面派来的，在我们这儿闹出人命，也不好交代吧？好了，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成立联合调查队，不是为了争个你死我活。探员，
夏燕就是37调查局的最强战力。你们过去也是同伴，应该不介意再次合作吧？放心，37调查局的人不畏死亡。离开这里，我绝不会插手你们之间的恩怨。我们之间的恩怨确实不需要任何人来插手。看来这一次，我应该称呼你为长官。还是因为你配合的好，我才能超常发挥。不过这么多年不见，你的战斗能力还真是突飞猛进，我差点都要接不住你的攻势。这2年间，你究竟经历了什么？答应我，不要在我面前逞强，好吗？啊，是啊，我的光终于穿破了云雾，落在了我的眼前。哼，看来那场赌注是你赢了，我愿赌服输。我的余生，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收下呢？2年前我留下来的印记，原来还没有消散。当时情况危急，你又处于昏迷之中，我只能将自己的力量灌输到你的体内。沾上了桃物的气息，那个人就会将你误认为是已经遇害的受害者，不再对你出手。抱歉，那时候情况很紧急。是的，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收集相关的证据。你的到来算是将最后一块拼图凑齐了。罗仲凯几乎很少在人前出手，但为了阻止刚才的战斗，他不得不显露出一些真正的实力。现在，我100%可以确定，他也拥有桃物的力量。你知道，我一直都在调查桃物力量的来源。
即便实验终止，庞大的实验基地不可能就这么凭空消失。37调查局恰好就在这个时间段成立，我想这绝对不是巧合。以那次事件为导火索，罗仲凯聚集了一批对妖族态度较为激进的人，成立了37调查局。他们四处寻找实力高强的成员，甚至以减刑为条件招揽重刑犯。应该是和实验关停的原因有关。除此之外，我推测罗仲凯并没有完全掌握桃物的力量。反正目前为止，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任何力量失控的情况。瞧，我身体结实着呢。其实越是使用桃物的力量，我就越能感觉与它之间的联系，并不是来源于冰冷的实验，而是更温暖的东西。所以我才会孜孜不倦地去探寻它吧。我有预感，罗仲凯手中一定有我想知道的真相。除非引他主动出手，露出更多的破绽。唉，要是被那些家伙看到我在你面前居然……那可就要彻底破功了。不这样可镇不住这里的场子。而且我也想让罗仲凯产生误判。我失去了过往的一切，无论是情绪还是力量都即将崩溃，他马上就可以趁虚而入。是啊，那群人可是见多了严厉的上级，我们可能要稍微练习下感觉才行。毕竟，你可是要驯服37调查局最强的男人。你应该更坚定一点，命令我，长官。遵命，我的长官。背叛，哈哈，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本来就很廉价。当我受到千夫万指的时候，唯一的同伴不也和我划清了界限，
现在已经平步青云，当上高级探员了。这个世界上真正能够信任的，只有属于自己的力量。反正接下来我们有的是时间好好玩一玩。记住，你的命是我的。照片上是我故去的战友，他们有些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意外身亡了，也有些人死于3期调查局成立之前的那场妖族越狱事件。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更何况是力量远超于人族的妖怪。你不觉得现在的和平看起来非常虚伪吗？我听说，你刚才在外面遇上了点麻烦。因为他已经彻底迷失在桃物的力量中，认为自己已经无所不能了。但弱小的人族真的有驾驭4大凶兽的能力吗？哼，如果他们真的亲善人族，又怎么会被称为4大凶兽呢？夏燕常常违反3期调查局的规定私自行动，而他消失的时间点正好和一些案件吻合，其中就包括你正在调查的 C 区案。这是他的出行记录，你看看吧。但仅凭这些还定不了罪，而且夏燕还拥有逃物的力量，万灵局在处理他的态度上格外谨慎。不过在某些情况下，3期调查局也可以行使特殊执行权。如果夏燕威胁到了高级探员的生命安全，那么无需万灵局的批准，也可以将他就地处决。你有什么顾忌吗？换而言之，如果他失去逃物的力量，那就不足为惧了。除了仪器之外，我还需要青鸟的进化之力，来控制可能会陷入狂暴化的桃物。这也是和你合作的真正原因。仪器需要相当庞大的能源补给，我们只有这一次机会，将夏燕和桃物实验彻底摧毁。如果不是因为那场秘密实验，夏燕根本无法和桃物签订契约。参与实验的研究员只有我活了下来，所有相关的资料都已经被封存。现在的封闭区就是实验室过去的遗址，
3期调查局成立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保护旧实验室，因为那里封印着凶兽桃物。当然是为了保护脆弱的人类不会受到真相的伤害。如果当人们知道桃物可以轻而易举地撕碎成百上千条人命，而我们只能无力地当妖族的猎物，那恐惧便会蔓延成新的战争。这可不是他们所乐意看到的吧？它是最特殊的实验体，唯一能够承受桃物巨幅力量且没有排异反应的人。其余所有实验体都会在5年内受到反噬，性情大变，这也是桃物实验最终不得不停止的原因。不过现在看来，夏燕也不过是症状稍微延缓了一些而已，他终究不是那个例外。你猜得不错，只要将夏燕引入封闭区，我有办法让他束手就擒。擅闯封闭区，再加上袭击高级探员2项罪名，万灵局绝不会有人追究我们对他私自处刑。放心，只要我稍稍放松些外围的警戒，他一定会想尽办法潜入封闭区。你们曾经是同伴，应该知道他一直在追寻桃物力量的本源吧？你在以追捕的名义进入封闭区，无论里面发生了什么事都不会有人知道。到时你想怎么处理夏燕都可以，是杀是剐，悉听尊便。罗仲凯先前进入封闭区，应该就是在准备能压制我力量的装置吧。他说的不错，就算知道里面等待着我的是提前布置好的陷阱，我也一定不会退却。好，你就是我最可靠、最值得信赖的长官。你从罗仲凯那儿挖掘出关于实验室的情报，也让我想起了一些事，一些小时候的事。我的童年应该都是在封闭的实验室里长大的。不要露出那样的表情，其实我并没有遭受到什么痛苦的经历。所谓的实验室也并非封闭冰冷的地方，那里有花园，有游乐场，还有形形色色的共同生活的妖族。那不是罗仲凯口中的实验室，而是我的家。我努力去回忆了一下家的模样，记忆中的父亲和母亲都很温柔。啊，对了，我还养了一条叫斑斑的狗，长得很威风。啊，好想带你去看看它们呀，看看我的家。然后，我会对你发出邀请，希望你也可以成为我的家人。好，我们一起回家。
小燕。是幻听，还是罗仲凯布下的陷阱？我来过这里，在很久很久以前。小燕，小燕，啊，怎么一不留神就跑得这么远了？杭州，你跑得也太慢了，我不是特意在休息区给你买了健身器材吗？一边举哑铃，一边进行数据观测，那些幽灵妖族时不时冒出来取笑我。不好好锻炼的话，你这个当爸爸的可是会追不上小燕的。别说我，他的速度就连斑斑都快比不上了。哼，那还用说，我的小燕可是连陶物都认可的孩子。哎，杭州，你快看那边。爸爸妈妈，我这个出场方式厉害不厉害？厉害厉害，还好你妈妈有先见之明，让爸爸锻炼了下身体。不然小燕长得这么快，我都快要抱不动你了。看来以后呀，真得好好锻炼下了。只有长得再快一点，我才能和陶物签下契约，然后保护爸爸妈妈。但是那家伙性格太古怪了，我说东他偏要往西，和他玩游戏的时候都得反着来。看来我们的小燕已经掌握了和陶物相处的诀窍了。要知道，其他人看见陶物可是连大气都不敢喘呢。为什么？明明他只是一只憨憨的小猪啊！这个世界上敢这么形容陶物的，恐怕也只有你了吧。小燕，力量是一把双刃剑，它既可以保护别人，也会变成伤害他人的利器。难道大家都在害怕陶物会伤害他们吗？他绝对不会这么做的。我会告诉陶物，人族和妖族是好朋友，大家要和平相处。小燕，其实真正让人恐惧的不是力量的差距，而是两个种族无法真正走进对方的内心。而契约就是构建人族和妖族交流的桥梁，这是爸爸妈妈一直都在努力研究的事情。不过你年纪这么小就被陶物选中成了预备契约者，爸爸一直都很担心。不要担心，爸爸，因为妈妈说我一定会成为特别的那个人，对不对？妈妈相信你，一定会成为那样的人，小燕。特别的人，陶物的封印地点就在中央区的实验室。在进入之前还是……那时我年纪还小，所以并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只记得从实验室的方向传来了剧烈的波动，就像是火山喷发一样。
整个区域很快就变成了废墟。如果不是母亲将我塞进了救生舱之中，恐怕我也会在那场灾难中殒命。从罗仲凯透露出的情报以及万灵局后续的应对来推测，很有可能是桃物的力量暴走了。为了不让损害扩散，万灵局就将它封印了起来。根据我搜集到的线索推测，他很可能是通过肉体实验将自己改造成适配桃物妖力的契约者。监视我，是为了搜集我身体的数据情报。我潜伏在3期调查局的这段时间，也查清楚了5年前山魈的事，就是罗仲凯做的恶。因为封闭区的实验基地已经损毁大半，他不得不向外搜集更多样本数据。罗仲凯的心态已经扭曲了，他绝对会用桃物的力量引发更多惨案。其实说是实验，更像是给2个不同种族提供更多生活场景来互相磨合，增进了解。虽然双方早在很久之前就步入了和平时期，但人族还是会恐惧妖族的力量。据说当时秘密筛选过成千上万个候选者，其中不乏妖力适配度很高的人，但最后全都被桃物拒绝了。那家伙的脾气很犟，就喜欢和别人唱反调。小时候我跟着父母参观中央实验室，我一个人在花园里玩，恰好碰到桃物变成兽形跑了出来。他和其他妖族大打出手，受了伤，最后变成小猪的样子，藏到了花园里。那时候斑斑也是顽皮的年纪，动不动就会把爪子磨伤，所以我随身带着受用的药品。不过桃物也没有领情，还因为不满我在他脑袋上打了个蝴蝶结，愤愤不平地咬了我一口。后来我们在花园里打了一架，可惜我那时年纪太小，没打过他。谁想到他非要当我的师傅，我当然不服气。从那以后，每周都去花园找他一决胜负。是啊，因为我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见过你的笑容了，而且记忆里这里的鲜花四季常开，父亲下班时总会买一束花送给母亲，他喜欢看她收到花时的笑容。其实即便是找回了记忆，我对眼前的荒芜景象依旧有些陌生。这个空无一物的地方，真的是我的家吗？还好，刚才你用笑容填满了这里，驱散了那份陌生又冰冷的感觉。无论之后等待我的是什么样的困境，只要回想起你的笑容，就会想起一直以来真正追寻的东西，然后诞生出勇气吧。我想明白家的意义，拥有一个家，拥有一个可以每天送他花束的家人。
才这么几样哪里够啊？这2年我可是准备了很多东西想要送给你。不过，我最想送给你的，是我所有的过去和未来。还记得那个关于余生的答复吗？等事情尘埃落定之后，将它作为回礼，告诉我答案吧。为了封印陶物，万灵局应该修缮过中央区域。不过这里的仪器型号很新，是近3年的产品，说明有人一直在这里进行活动。从仪器的类型来判断，这个活动很有可能是某种针对妖族的实验。万灵局设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平衡人族和妖族的关系，而3期调查局的设立已经违反了本意。必须在事态变得更严重之前，找到罗仲凯作恶的关键性证据。陶物就在里面，但它的气息有些混乱。果然和我们推测的一样，罗仲凯改造了自己的肉体，并强行抽取了陶物的妖力。罗仲凯的身体情况支撑不了多久，陶物的妖力就会将他的肉体吞噬殆尽。他必须让自己成为真正的契约者。我在你的后颈处留下了印记，所以你也给我送一个小小回礼吧。放心，我不疼。这句话明明应该是我对你说的才对，但我很期待。我看就算没有支援，探员也足够应付的。我不过是来做收尾工作的。夏嫣，这次你终于彻底栽在我手里了。果然你也没有获得全部的桃物之力，不然就算他有青鸟之力，也绝不可能在正面交锋中战胜你。当年的实验还有缺陷，这次我不会犯同样的错误。
元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三七调查局的内部事务你不需要知道，我们的合作已经结束了。谭元，你现在可以离开了。C 区的案件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。只要你将这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埋在心里，我也承诺以后不会找你的麻烦。等等，把口袋里的东西拿出来。这里是我的地盘，和我作对的时候，最好掂量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实力。你来三七调查局到底是什么目的？少和我装蒜了！姓周的那里到底知道了多少事情？能被人知道的才是罪。我的战友死在了妖族手里，还不是不了了之？只要我在这里悄无声息地杀了你，再和别人说你和夏彦斗得两败俱伤，谁又能怪罪到我头上？别动！2年的隔绝都没让你们背叛对方。我曾经也有过这样亲密无间的同伴，只是他为了保护我，死在了妖族手里。什么维护人族和妖族的和平，这是可笑之极。你们说我在做的是不可告人的秘密实验，我分明是在保护人族免受妖族的迫害。只有彻底解析妖力，将它完全掌握在人族手里，才能获得真正的和平。真正的和平？那封闭区过往的事故是怎么回事？死去的上万条人命和你没有关系吗？你的父母想要通过情感联系，与桃物建立平等的契约，使人族获得妖力。结果呢？几千名适配者都不合格，偏偏一个年幼的孩子被选中。哼，他们根本就是人族的奸细，以契约的幌子妄图培养妖族的傀儡。闭嘴！那些人早就被妖族洗脑了，死有余辜。更何况，他们不是死在我手里，而是死在桃物暴走的妖力下。凶手始终都是凶手，这就是他们选择相信妖族的下场。夏夜，你不会觉得你这个所谓的契约者，就真的能够控制住桃物了吧？罗仲凯，你要让整个3期调查局都给你陪葬吗？反正这里有不少死有余辜的罪人。如果我无法掌控桃物的力量，那么就让世人再次看到妖族的恐怖和疯狂。夏夜，你的力量也不过是杯水车薪，这一次
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桃物。小心！相信我，我有办法。我从桃物的妖力中感受到了另一种力量，在帮助我们压制桃物。桃物这么多年一直受到实验的折磨，妖力回溯会让他的肉体遭受强烈的痛苦，所以才会暴走。作为契约者，我可以分担这股妖力，为他减轻痛苦。所以，我需要你，请治愈我吧。哪怕最后的结局是死亡，至少可以在你的怀抱之中。还没有结束。小燕，爸妈，看来是我走得太慢了，都跟不上你长大的脚步了。做父母的就是这样吧，走得慢一点儿，才能守护孩子的背后。不过，我们能做的也只是暂时安抚桃物而已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也一直在等待着你。契约是平等的，你们是灵魂相同的同伴。我知道，我的孩子一定可以做到的。更何况，他也和我一样，找到了能陪自己生死与共的人。爸妈，别走，我有很多话想和你们说。爸爸妈妈都知道，一路以来辛苦了。夏燕，去成为那个特别的人吧。小燕，就交给你了。我会的，我会和他一起结束这一切。长官，哦，不对，现在应该称呼你为局长了吧？我怎么敢取笑你啊？无论在局里和家里，你可都是老大。是啊，好，
我的时间全都是你的，你想做什么我都会陪着你。想做什么？你这么一问，我可就要滔滔不绝了。我记得妖族有一种很特别的食物，我小时候可喜欢吃了，找机会让你尝尝我的手艺。我们现在住的地方虽然很大，但有些太空旷了，不如一起改造下做个室内露营区。我想和你尝试一切未知的东西，体验所有美好的事物。不过，只要和你在一起，哪怕不美好的经历也会变得甜蜜起来吧。因为你本身就汇聚着我对美好的所有想象。你是我的家人，我的爱人，我的归宿。我没事，伤口只是看起来恐怖，其实没有致命伤。抱歉，又让你担心了。那我是不是该庆幸自己拥有了你呢？今天也要麻烦你了。原来被触碰脖子的感觉是这么奇妙。其实有时候，伤痕未必代表疼痛，也是一种值得铭记的回忆。疼倒是不疼，摸这里的话有点痒，感觉轻松多了。我说的不只是身体，还有心也是。等等，治疗这么快就结束了吗？是不是还差点什么？身体上的伤是一方面，还有心理上的疲惫急需陪伴治疗。每次执行大型任务，我们就得有1个星期见不到面吧？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忙里偷闲，躲在家里互相治愈彼此吧。每当你手指触碰我的时候，我都会更加意识到自己是如何渴求着你的温度。同样的，我也想给予你我的温度，想治愈你所有的伤痛，想为你构建最完美的家。